前排提醒 ，UP 主并不是高段位玩家，入坑也只有短短的4个月，但游戏时长也算是达到了近80个小时，季卡在全打匹配的情况下也已经升到了80多级，所以我自认为还是稍微有点资格可以评价一下的。而且本期视频是针对联动出的视频，视频中聊的内容呢也仅限国际版的 PVP 模式。如果让你们说出最多动漫明星的游戏，你们会想到什么呢？是的，没错啊，趁着暑假快结束的时候，我给你们好好的安利一款游戏，也算是给电子阳痿的朋友们推荐一下吧。这款游戏的名字就叫做堡垒之夜。哟，我是安仔。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堡垒之夜联动不了的。为什么我会特地挑这个时间段来聊这款游戏呢？因为它竟然联动了龙珠啊，甚至还可以变身。对了，兄弟们，差点就忘了，这次联动的可是龙珠超啊！然后就全体起立呗。当然，除了龙珠以外，火影忍者也是有的，而且火影忍者已经足足联动了2次了，共计是8个人物。最牛的是什么呢？基本上在堡垒之夜的所有联动皮肤都是有2套装扮的，例如鸣人，除了疾风传里的经典时装以外，还可以改成七代目的时装。不过单单出这些联动皮肤还不至于让玩家们这么兴奋。没错，除了人物皮肤以外，动作、稿子、背饰，甚至是降落伞都能很好的还原某些东西啊。所以在这个游戏里，你甚至可以用美队盾牌搭配蜘蛛侠，这还不够还原吗？就好比如我前几天发动态的图片，很多人问悟空这气元掌中间咋还有颗球呢？那你说有没有可能这是螺旋丸的？不过毕竟是一派的游戏啊，所以日漫还是屈指可数的，最多的还是一些欧美的电影和动画。但你敢信，居然有瑞克和莫蒂，而且这个画风太离谱了吧！其实如果你们在意日漫联动的话，隔壁的荒野行动反而更多啊。但我本人其实是没怎么玩过荒野行动的。这样好吧，如果本期视频点赞能过5000的话，那我就找个时间研究一下荒野行动，做一期视频好吧？怎么说呢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要在市面上有这么多大逃杀游戏的情况下，还仍然推荐最常见的枪战大逃杀游戏堡垒之夜呢？说白了，这款游戏虽然也是枪战游戏，但它的确没有那么的真实和严肃。大部分玩这款游戏的玩家都是冲着休闲去的，因为它表面上是一款枪战游戏，但其实不然，你可以理解为超能力吃鸡。当然，这个超能力指的并不是皮肤拥有的技能，皮肤本身是不带任何的技能和属性的。这里说的超能力指的是局内的道具。我稍微举个例子吧，因为现在是星球大战的赛季嘛，所以局内是会出现达斯维达作为 BOSS 登场的，打败他之后就能得到他的关键了，这关键也是非常的帅啊，可以近战，可以远程，甚至还可以挡子弹。可惜没有碰上刀剑神域的联动，要不我直接表演一手关键砍子弹。也例如现在的龙珠小章节，地图上是有非常多的方法可以获得筋斗云以及龟派气功的，你们就看看我这连招。首先一个筋斗云绕过去，趁他没有防备，一马打龟派气功，这难道不是龙珠游戏吗？这也太帅了吧！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局内道具都非常的不科学，而且各种道具搭配不同的武器也能有不一样的效果，道具之间也可以进行连锁，就像我刚才的筋斗云搭配龟派气功，如果一一举例的话就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感兴趣的玩家一定要去玩一下，真的特别有意思。其实有生之年我也想再玩一次当年那个漫威联动啊，因为我是最近几个月才入坑的，虽然最近漫威皮肤也返场了，确实弥补了不少遗憾，但是我真的特别想玩漫威的局内道具啊。其实堡垒之夜在前几年能够突然的爆火，靠的也不是现在的这些道具啊。讲句心里话，其实大阪模式才是堡垒之夜的核心，因为你们看视频也应该知道了，这款游戏的所有建筑物以及你能看到的所有东西，基本上都能够破坏，而破坏之后就能够获得对应的材料，材料是可以进行建筑的，哥们。对了，和你们想的一样，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机制，所以玩家和玩家之间的上限就出来了。有时候你就真的只打
打了1枪，真就只打了1枪，对面直接连根拔起一栋房，那这怎么玩？所以有把模式是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练习的，并不可能说1天就速成了。但我敢打包票，你的练习一定会和你的成就感挂钩。就这么说吧，如果等你的手速和你的建筑能力都比对面高一个等次的话，我相信那种成就感是5把模式比不了的。最后呢，虽然我这一期视频讲得非常的浅，基本上都是围绕联动项做的一期视频，但我觉得这款游戏的内容真的非常多啊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跑酷地图、角色扮演，甚至是纯建筑的欣赏地图，说它是枪战版的 NC， 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啊。最后的最后呢，在这里我推荐对这款游戏感兴趣的玩家，或者像是我这些冲着联动去的玩家，都可以从5把模式开始玩起啊。如果你觉得你实在很喜欢这款游戏的话，可以去尝试一下有把模式，一定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体验。行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咯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不妨点个赞哦，关注我这个频道再好不过了。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，拜了拜。